签了吧，对你我都好。冷静期还有29天，急什么？吃水果。你早点睡吧。对不起，我不想成为你的累赘。结束。2025年5月20日，那不就是我们开始闹离婚的时候？化疗第3次，吐了7次，他没发现。今天他又加班，我煮的粥倒掉了，头发开始掉了，买了假发。医院又催费，转了最后一次存款。他每天晚上说去厨房喝水，原来是躲在这里吐。江棠，我老婆江棠，她的主治医生是谁？您别急，让我查一下，是412诊室的林医生。您是江棠的丈夫，我老婆她。陆先生，您终于来了。江棠女士上周来签了放弃治疗同意书。什么？她说家里没钱了，也不想让家人跟着受拖累。我劝过她，她态度很坚决。她还有多久？按照上次复查结果，如果不治疗，最多1个月。您知道她在哪儿吗？还没留地址，不过她的紧急联系人是安宁，您认识吗？我找江棠，我老婆。你是陆彦舟？她在哪儿？他不想见你。她快死了，你知不知道？请你告诉我她在哪儿。这是他留给你的，他说等离婚证办下来再给你。彦舟，对不起，下辈子我还嫁你。她在哪儿？求求你告诉我。宝城区废弃星光电影院，他说那是他最想死的地方。江棠，江棠！江棠，你走啊！我不需要你可怜。我不可怜你，我是你老公。马上就不是了，冷静期明天就结束了。你瞒了我11个月，11个月！让你知道了又能怎样？你能不加班？能不跟我吵架？还是能好好看看我？这是咱们第一次约会看的电影《星空》，你说会永远陪我看星星，后来呢？你连我长什么样都快忘了吧？跟我回去，咱们住院继续治疗。来不及了，我不想躺在医院里浑身插满管子等死。那你想怎样？死在这个破电影院里？对，这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地方。你的开心是什么？是跟我在一起，不是这个地方。你放下我，陆彦舟，你放下我！我好疼，真的好疼。我带你去看医生，不疼了啊。你能不能抱紧一点？肿瘤已经扩散到淋巴和肝脏，情况不太好。能治吗？有一种新药，美国刚上市的，有效率42%，
但是价格昂贵。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不只是钱的问题，病人之前签了放弃治疗同意书，按医院规定需要他重新签字确认才能开始治疗。不治。你说什么？我说不治，花那个钱干嘛？反正也活不了。你听医生说完。江女士，新药确实有效果。我们科室有个病人情况比您还严重，用了新药，现在已经撑了14个月。14个月以后呢？还是得死，何必呢？林医生，我们出去聊。要多少钱？1个疗程30万，至少需要6个疗程，加上住院和其他费用，大概200万。我把公司股份卖了。陆先生，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您太太之所以签放弃治疗同意书，是因为她把所有存款都捐了。什么？捐给了安宁基金，就是那个临终关怀机构。她跟我说，反正也治不好，不如帮帮其他没钱治病的人。我知道了，药先开，钱我来凑。你干嘛？我要出院。不行。你凭什么管我？离婚协议你签了，冷静期今天结束，咱们已经不是夫妻了。陆彦舟，你已经不是我老公了，你没资格替我决定。冷静期是结束了，但我们没去民政局。什么？离婚证没领，在法律上咱们还是夫妻。你疯了？对，我疯了。我疯了才会答应离婚，我疯了才会没发现你病了。你放开我！不放，这辈子都不放。你死了我也不放，我就抱着你尸体。所以你给我好好活着，别想逃。你知不知道化疗有多疼？不知道。会吐，吐到胃痉挛，吐到胆汁都出来。我陪你吐。头发会掉光，会变丑。我也剃光头，咱俩丑一块儿。会花很多钱，会把你的公司拖垮。公司没了可以再开，你没了就真没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是我老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以前是个混蛋，现在不是了。停在第29天，我拉住你枯瘦的指尖，怎么说那天你站下在床上，你手心命里的唯一，怎么能看你独坠落谷底？那些错过冷落的曾经，就用我余生去掩蔽。哪怕倾尽所有，把一切化作灰烬，我又在洒满星光的梦境。我好怕，我怕我会死。不怕，我在。不怕黑，只怕你闭上眼。陆总，您脸色好差。赵总在吗？他在办公室。彦舟，你脸色怎么这么差？我病了，需要钱，我卖股份，你收吗？多少啊？我手里35%，估值大概500万。估值是估值，急售是急售，400万，月米打款。你压价太狠了。你要是不急，可以慢慢找买家。但你刚才说你老婆病，急用钱。兄弟一场，400万，不能再多了。成交，尽快打款。又要开始了。看，我给你买了什么？你不是怕掉头发吗？先备着。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灰色？你衣柜里3件毛衣都是灰色的。疼就掐我。我说过，很疼的。我知道了，就当是为了我，辛苦你了。怎么了？哪里不舒服？没有，你回
回家去睡吧，椅子上睡不舒服。不走，你都3天没回家了，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你以前可从来不会说这种话。那我以前什么样？你就知道工作。我跟你说话，你2声就算回答了。我改。你现在改了有什么用？有用，至少你人生最后这段路有我陪着。最后这段路，原来他也知道啊。哟，陆总还会削苹果呢。刚学的。气色好多了，你别骗我。我知道自己什么样，你还好意思说一个人偷偷跑掉？我怕你担心，我更怕你死了，我最后一面都见不到。甜的，陆总，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江棠之前有件事没告诉你。什么事儿？他2年前给你买了一份保险，巨额医疗保险，受益人写的是他自己。他说你天天加班熬夜，怕你出事儿，每年保费好几万，他从自己生活费里省出来的。我怎么不知道？他怕你不要，偷偷买的，单子藏在家里衣柜上。你干嘛去？回家找宝藏。他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会得病，他是在给我买。林医生，你看这个，预赔付条款，这个可以啊。1年前买的，那时候他还没确诊，完全合规。能用吗？理论上可以，但是需要投保人本人签字确认，而且要在清醒状态下。他现在清醒，还得保险公司审核，流程可能要几天。我等不了几天，他快没钱了。我帮你联系保险公司。怎么了？捡到钱了？比捡到钱还好。你记不记得你给我买过一份保险？你怎么知道的？安宁告诉我的。保单上有个条款，可以预赔付200万。那是我给你买的，不是给我。你是投保人，你生病了就可以用。那是留给你万一出事用。我现在最大的事就是你。江棠，这是你给自己留的后路，你知道吗？你1年前就救了自己，你就签字好不好？你是不是傻？对，我傻，所以你别跟我讲道理。签字。江女士，根据合同条款，预赔付需要您本人确认，您看清楚了，这里写的是。我知道，我看得见。可以了，保险公司会在3个工作日内打款。怎么了？钱有了，应该高兴。那是我给你买的，那是留给你的。你在我身边，就是留给我最好的东西。怎么了？又疼了？没，你上来睡吧，趴着不舒服。挤不下。挤得下。以前咱们租的那个小房子，床比这儿还小，不也睡了2年？你知道吗？我已经很久没这样靠过你了。以后天天让你靠。你说话算话。算。别看了。丑。不丑。你别骗我。你干嘛？说好了，
咱俩瞅一块儿。看，咱俩一样了。你真剃了？真的。他怎么样？刚哭了会儿，睡着了。你头发陪他。你知道吗？他之前跟我说，他最怕的不是死，是死的时候没人知道。现在不，你要是早2年这样，他也不会得病。你是说，他得病是因为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他这2年过得太苦了，每天等你到半夜，你回家也对他不理不睬，他连哭都不敢出声，怕你烦。他现在能原谅你，是因为他快死了，陆彦舟。你要是这次还让他失望，我不会放过你。原来我这么混蛋。行了，来吃早饭。换哪个医院？省肿瘤医院，林医生推荐的，那边有新药。那边贵吧？保险的钱到了，够用。陆彦舟，你是不是把公司卖了？没有。你别骗我，赵东来给我打电话了。他给你打电话干嘛？他说你把你股份低价卖给他了，说你疯了，为了一个快死的人不值得。那王八蛋！你先坐下。你真卖了？买了400万。那是你10年的心血。什么都没有你重要。我要是死了呢？你什么都没了。你不会死。万一呢？万一你死了，我就把这些钱全收给你，我就可以把你基金做大，更不像你这样死。真是一个傻子。你的傻子。好，我治，我好好治。手续办好了，身体指标合格就可以用新药。李医生，新药的有效率有多少？临床数据是42%，前提条件是病人的肝功能、性功能、血常规都得合格，才能达到用药标准。那要是达不到呢？以你现在的身体情况，可能需要调理1-2周。调理1-2周就能达标吗？看病人配合程度，心态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这1-2周吃什么、怎么休息，我们都会安排。但有一件事是我们安排不了的，就是活下去的念头。人的身体比我们想象的聪明，你放弃了，他也就不坚持了。他不会放弃的，哪怕他想放手，我也绝不松手。怎么了？没事儿。你别让我猜啊！有效率才42%，连一半都不到。这就够了，我不贪心，42%比0大。之前你说没希望，现在有42%的希望，挺好。你就不怕我是那58%？怕，我怕的要死，但怕解决不了问题。我坚信你就是那42%。你凭什么信？凭你，凭你瞒了我11个月，一个人扛了11个月，你那么坚强。凭我还活着，凭我还爱着你。只要有希望，我就信你能行。他总是这样固执的不可理喻，用他那套蛮横又直白的逻辑打破我的防线，让我认同他，跟随他。病美人别哭了啊，别哭坏了身体，用不了药。你还会威胁人啦？你瞒我11个月，我威胁你一下怎么了？彦舟，你在哪儿？什么事儿？王总那边反悔了，说你的股份转让手续有问题。手续没问题，律师看过的。你给
过来一趟吧，当面说。我明天过去。赵东来这王八蛋，又搞什么鬼？陆总，你这造型挺别致啊。王总，我们长话短说，股份转让的事儿有什么问题？问题很大，陆总，我王某人做生意最讲究规矩，你这35%的股份不能绕开我卖给赵总。公示厂程明确规定，最大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你忘了吗？我真是乱了分寸，居然绕过王总，直接找了赵东来。陆总，你这是不地道啊！想套现离场，也不跟老伙计打声招呼。哎，王总您别生气，燕州也有自己的难处，我劝过他了，但他说什么都要卖。你什么意思？燕州，不是我不帮你，是章程规定的，我也没办法。你要卖，得先问王总买不买，他不买，你才能卖给别人。王总，35%的股权，400万，您接受吗？我需要钱，急用。谁不需要钱？400万，我是准备投给一个能和公司共存亡的合伙人，不是给一个随时准备跳船的投机者。这个价我不收。王总消消气儿，既然您不收，总不能让燕州的股份烂在手里。这样吧，燕州，看在咱们兄弟一场的份上，我来接盘，就当哥哥我帮你渡过难关了。赵东来，你算计我！话不能这么说，王总不收，我帮你兜底，你怎么还怪我？好，那你买400万。此一时彼一时，公司现在这个情况，我也担着风险，一口价200万。你明知道这笔钱是救命的。陆总，商场上没有救命钱，只有生意。这趟水，我王某儿就不趟了。燕州，可要考虑清楚，是几年前，我可没多少耐心。怎么了？没事儿，公司那边有点小事儿。是赵董来为难你了？没有，明天保险公司来人面审，你得好好配合。我知道，陆彦洲，你跟我说实话，股权你到底卖了多少钱？400万。你别骗我。赵董来给我打电话了，说只给你200万。他又给你打电话？你干嘛去？我去找他算账！你给我站住！你去找他，又能怎样？回来，坐下。钱的事儿，我们一起想办法，你别一个人扛。我以前就是让你一个人扛的，现在该我了。江女士，请问您什么时候第一次感觉到身体不适？1年前腰疼，我以为是累的。为什么没及时就医？觉得没事儿，后来疼得厉害了才去查。您知道这份保险是你丈夫的，受益人是您。我知道，是我给他买的。为什么给他买？他工作累，经常熬夜，我怕他出事儿。您确诊后为什么没有立即申请预赔付？我没想过用这个钱，那是留给他的。那现在为什么申请了？因为他非要救我。情况我了解了，3个工作日内出结果。能过审吗？按理说符合条款，但有个问题，这份保险买了2年，每年保费5万多，以你们当时的收入，这笔支出不小。这都是他从自己生活费里省出来的。我会如实上报。不过陆先生，我多嘴一句，看您太太的情况确实不太好。请让一下，先生，让一下。看什么呢？没什么。你看房子干嘛？万一我没了，你总得有个地方住。公司也没了，城里房子还要还贷。江棠，你听好了，第一，你不会没；第二，就算真有什么，我也不需要你给我看房子；第三，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养身体，配合治疗。可是没有可是，你要是再看这些乱七八糟的，我就没收你手机。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凶了？跟你学的，你以前不也凶我吗？
嫌我回家晚，嫌我不陪你。你那时候还跟我吵。我那时候可真混蛋。你给我个机会，让我好好对你，好不好？头发长出来了，别剃了，别剃了，留长吧。你不剃我也不剃。我又没头发了。那我也不留，咱俩一起光头，走在大街上多拉风。阿姨，您慢点，病房在前面左转。你跟我说实话，糖糖她到底病成什么样了？阿姨，您得做好心理准备。糖糖，妈，您怎么来了？妈，您来了。糖糖，你病成这样，怎么都不跟妈妈说一声？要不是我出差到这边，想到你家去看看你，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妈，对不起，是我没照顾好她。对不起有用吗？我把好好的女儿托付给你，才1年的功夫，她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我要是今天不来，你是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妈，是我不让燕州跟您说的，他也是最近才知道我生病。你说他才知道？姐，没事儿，没事啊，应该是磕破了毛细管，我去叫李医生。明晃，连我都怕了，他该怎么办？一定得撑住。咳血说明肿瘤侵犯到支气管了，病情在进展。那新药还能用？能，他的指标我看了，肝功能勉强达标，肾功能还行。明天再抽血复查一次，如果没问题，后天就能用药。用了药，咳血就能止住吗？如果有效，1到2周内会缓解；如果没有效，陆先生，有件事我得提醒您，新药副作用很大，这会让你爱人更痛苦。我知道，您还是坚持要用新药。李医生，如果一个病人还有42%的活命机会，您会劝他放弃吗？不会。那就用药。李医生这么说，后天用新药。我问咳血的事儿。李医生说没事，肿瘤刺激的，用了药就好。这是80万，你拿着给糖糖治病吧。妈，我公司股份卖了，保险的钱也到账了。专家说，只要这半个月调理好身体，新药有42%的机会。糖糖刚才跟我说了，你们现在是离婚冷静期刚过，就差领离婚证了。之前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追究到底也没有意义。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给糖糖治病。妈，我之前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姜糖说你为了他连公司都不要了，还差点被人骗。陆彦洲，我再信你最后一次，不是信你的人品，是信我女儿看人的眼光。妈，谢谢您，谢谢您愿意再相信我一次。我会一直陪着糖糖，直到她病愈的。妈，您先回家休息吧，医院这边有我。明早我给你们送早餐。你穿婚纱那天，我说会照顾你一辈子，我食言了2年，剩下的日子不会再食言。李医生说你现在不能吃油腻的，等你病愈了，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排骨。谢谢妈。别怕，我在这儿。副作用怎么这么大？正常反应，后面会好一些。我知道，要是我听就好了。怎么了？姜糖刚用药，反应很大。我能进去看他吗？他刚睡着了，妈在陪他。保险公司那边有消息吗？还没。要是钱不够呢？再说。你公司股份不是卖了吗？卖了，被赵东来坑了，只拿到200万。200万，不
是说400万吗？开始答应是400万，后来只肯给200万。赵东冷那个王八蛋，我找人收拾他。别，现在不是惹事儿的时候。那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先用药。醒了，感觉怎么样？像被车碾过，身体都这样了，怎么就自己硬扛呢？不想你们担心。您是江爱国的家人吗？他今天由于高血压在马路上晕倒了，你尽快过来市医院吧。什么？妈，我爸没事吧？怎么了这是？你爸他今天高血压在路上晕倒了，现在在医院。刚才李医生给我打电话。妈，那您快回家照顾爸爸，这里有我呢。妈，你快回去吧，爸爸更需要你，燕州会照顾我的。糖糖，有什么事情记得给妈妈打电话，遇事不要自己扛。你记得还有妈妈和爸爸做你的后盾。等我安顿好你爸，我再回来照顾你。放心吧，妈。安宁，辛苦你陪我江棠，我送我妈去车站。放心吧。安宁，你说我们家是不是流年不利啊？江棠，别瞎想，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治病。陆彦舟把那幅壁画拍下来了，让我帮忙打印出来，说要送你。你还记得你画的什么吗？星空下2个人牵手。我现在觉得最美好的画面不是那个，是什么？是他。行吧，电灯泡不好当，走了，明天再来。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妈不放心你，死活不让我送她，把我撵回来了。这地方快拆了吧？听说是下个月拆。你还记得咱们在那儿看的什么电影吗？星空，当时你哭得稀里哗啦的，还问我为什么星星会消失。你那时候怎么说来着？我说星星不会消失，只是白天看不见。乱讲，你原话是哭什么哭？星星明天还出来。是吗？我那时候嘴贱。不是嘴贱，是你根本不会哄人。我现在会了。谢谢，这个礼物我很喜欢。第一次用药后的血检结果出来了，怎么样？肿瘤标志物下降了15%，虽然幅度不大，但说明药物有反应，这是个好兆头。15%？是真的？真的，继续用药，效果可能会更好。松开，我喘不上气了。听到没有？15%，药有用。还有下一程的星空。陆总，赵总今天召集股东开会，说要重新选举 CEO，他联合了王总还有另外2个股东，要罢免您。什么时候开会？今天下午3点。我去不了，我得在医院。那您就让他们这么搞。他们要踢就踢吧，我现在顾不上公司。以前为了公司顾不上他，现在没有什么比他更重要了。我刚才在帮你接了好久的电话，是谁啊？小刘，公司的事儿，什么事儿？没什么大事。萍萍，赵东雷要罢免我，你不是已经把股份卖给他了吗？手续还没办完，年终分红他想少我1份。那你去啊。不想去，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我又不会跑，你去把公司的事处理好。公司哪有你重要？我认真的，你去把该拿的拿回来，别让赵东来那种人占了便宜。那我快去快回。我等你。兖州，你怎么来了？我现在还是股东，我不能来。你不是很忙吗？我老婆让我来的，她说不能让小人得逞。陆总，说话注意点。王总，您觉得我应该像一个在我老婆癌症晚期需要救命钱时恶意压价收购我股权的人说话需要注意什么？兖州，今天开会是讨论公司未来发展，你现在的心思全在医院，不适合继续担任 CEO。你说的没错，公司的未来我参与不了，但是公司之前的成果也有我的一份。CEO 我可以不干，但我的股份该卖多少钱就卖多少。王总有优先购买权，他看不上，不要。今天我就把话放这里，在座的都是股东，不是只有你赵东来有资格买。市场价580万，我急用钱400万，你们都不要我就放出去。你不是答应了200万卖我？如果你不这么着急的落井下石，我就便宜你了。可是你太不地道，现在又搞这么一出。400万我出了。王总，你
当初你没有告诉我陆总的老婆得了癌症，误导让我以为是陆总要套现单飞。陆总是个汉子，有担当，为了老婆，公司都不要了，我敬他。400万，现在就签协议，今天打款。谢谢王总。怎么样400万，陆总出的，真的？刚签的股权状协议。太好了。钱的事儿你不用再操心了，好好养病。你以后打算怎么办？等你病好，我重新找工作，或者自己做点小生意。有计划吗？开滴滴，光头省电。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幽默了？可能是在医院待久了，变异了。第2次用药后的检查结果出来了，肿瘤标证物又下降了，这次降了30%。30%，加起来45%了，快一半了。别太激动，还要继续用药，不能掉以轻心。好，不激动，不激动。陆彦舟，我可能要活过来了。活过来了。听说好消息了，庆祝一下！你怎么知道的？李医生告诉我的，我正好在楼下遇见他。来吃蛋糕，虽然你不能多吃，但舔一口也行。怎么又哭了？我蛋糕有毒。没有，就是甜的。你俩真是的，苦尽甘来了。你单薄的肩考验，扛下所有的。今天的月亮好圆。你说星星是不是也出来了？星星不会消失，只是白天看不见。你学会哄人了。哄老婆是一门功课，我还在学习。你看，好多星星。等我能下床了，你带我去看星星吧。想去哪儿看？没有灯光的地方。好。妈，您放心吧，我第3次用药后，肿瘤标志柱下降了50%，CT 显示肿瘤明显缩小。这可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正好你爸爸这几天也稳定了，我想着去照顾你呢。糖糖，都怪爸爸添乱，这个时候没能守在你身边。等爸爸好了，给你做你最喜欢的清蒸鱼。爸，我们一起加油，就让妈陪着你吧。我这里有燕粥。爸妈，这边有我照顾糖糖，你们就放心吧。医生说了，按照这个趋势，再有2个疗程，肿瘤可能会缩小到手术标准。手术？能手术？医生说可以考虑，而且他们医院做过几例，效果不错。太好了，这样糖糖就有痊愈的希望了。是的，爸妈，我有很大的希望了。你别这样看着我。看你。有什么好看的？光头瘦得跟猴似的。好看，比浑身瘦好看。少来。江棠，我跟你说个事儿。什么？等你彻底好了，咱们再结一次婚吧。上次结婚我对你不够好，这次我想重新来。你这算求婚吗？哪有人背着人求婚的？你爱我吗？不是出于责任。在我心里，如果要娶一个人当老婆，那个人就是你，也只能是你。江棠，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如果手术成功的话，我就答应你。手术一定会成功的。我自己来。好久没晒太阳了。等你好利索了，咱们顾健身。你这2天总往外跑，干嘛去了？找工作。找到了吗？有几个面试还没定。你别太急，
加上保险赔的钱，钱还够用。够是够，但我不能一直闲着。你是不是还在想公司的事儿？不想了，赵东来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什么事儿？燕州救命！王总要撤资，公司要垮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回来吧 ，CEO 还给你。没兴趣。你不帮他，他当初怎么对我的？压价、罢免，现在公司有难了，想起我了。可是公司也是你的心血。公司没了可以再建，你好不容易好起来，我不想分心。你要是想回去，我不拦你。我不想。陆彦洲，你不工作以后咱们吃什么？你真打算开滴滴？开滴滴怎么了？合法赚钱。你一个前 CEO 去开滴滴，不怕丢人？我老婆都快没了，我还在乎丢人？别老说这种话。什么话？把我快没了挂在嘴边，我现在好着呢。对，好着呢，能打老虎了。陆总，王总说要跟您谈谈，他愿意投钱重新开公司，让您当老板。什么意思？王总说赵东来不靠谱，公司被他搞得一团糟，他想拉您出来单干，他出钱，您出人。条件呢？您占45%股份，王总60%，公司由您全权管理。我考虑考虑。陆总，这可是机会，您总不能真去开滴滴吧？开滴滴怎么了？小刘你也笑话我？不是，我是说您有能力，不该屈才。公司、钱、事业，以前觉得这些最重要，现在觉得都不如他能好好活着。又看什么呢？没什么。我看你简历太旧了，帮你更新一下。你打字手不疼？有点，但慢慢打，还行。别弄了，我自己来。你总是拖到什么时候？刚小刘打电话说王总想投资我。哦，那你怎么想？我想一切都等你好了再说。好久没闻到外面的味道了。什么味道？草的味道，土的味道，还有自由的味道。等你彻底好了，我带你去旅行。去哪儿？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去海边吧，我想看海。行，去海边。你头发长出来了。你的也长出来了。像刺猬。那我是大刺猬，你是小刺猬。小两口感情真好。谢谢。回去吧。第4次用药后的检查结果出来了，肿瘤标志物没有再下降，维持在之前的水平。什么意思啊？可能开始出现耐药性了。那怎么办？我建议做一次全面评估，如果条件允许，考虑手术。手术能根治吗？胰腺癌手术难度很大，复发率也高，但如果成功，生术期会大大延长。延长多久？5年生活率大概20%到30%，有的人能活更久。做，不管多少概率，都做。那我安排检查，这周内出结果。怕？怕什么？怕上了手术台下不来。不会的。你怎么知道？因为你还要跟我一起去看星星，看大海。怎么样？没事儿，就是有点晕。肿瘤比上次缩小了不少，位置在胰头，没有包绕大血管，有手术机会。什么时候能做？需要多科室会诊，最快下周1。李医生，手术风险有多大？胰腺手术是大手术，出血、感染、遗漏都是风险，但我们会尽全力。有您这句话就够了。陆彦洲，如果我手术出了意外，你别怪我。不会出意外。我说如果。没有如果。你能不能别总这样？我在跟你说正经的。好，如果你出了意外，我把你埋在能看到海的地方，让我天天去那儿坐着，
陪着你，陪到死。所以你最好别出意外，不然我天天在那儿吹海风，漏了谁管我？我出去接个电话，很快回来。陆总，合同不能再拖了，最迟这2天给我答复。陆总，我知道，但下周我妻子手术，我走不开，合同先放着，等手术结束我再谈。机会不等人，你自己考虑清楚。考虑清楚了。怎么了？任总那边催我答复，他要我近期就签合同。你要去？下周手术，我走不开。那你不干了？让他等着，手术完再说。你也别太累，我看江棠好多了，你也得顾着自己。我没事儿，光头抗造。你俩现在说话一个德行。谢谢。行了，进去吧，我买了草莓，他爱吃。你来啦，安宁，你看这个民宿好不好？我看环境挺好，等你好了，咱们去玩。不是咱们，是我跟他。行行行，你们去，我当电灯泡行了吧？妈，你怎么来了？我女儿要做手术，我能不来吗？都瘦成这样了。妈，我比之前好太多了，没事的。没事，你都要开刀了还说没事。小陆，出来一下。妈，小陆，糖糖这次手术的成功率有多少？你给妈托个底。医生说手术成功，5年存活率大概20%到30%，有的人能活更久。总归这人在比什么都强，咱们进去吧，别让糖糖担心。这明天就要动手术了，别害怕，放轻松，妈在这里等你。妈，我看您好像比我紧张。小陆，你也坐下，别站着像个木头桩子。妈，她现在对我很好，好就行。我来之前跟你爸商量了，手术费不够的话，我们出。不用，钱够。江棠女士，这是手术风险知情同意书，需要您和家属签字。别怕，我在。好了，我的命就拜托医生了。别哭，没哭。等我出来，咱们去看海。好。你坐下等吧。不用。怎么样？手术成功，肿瘤完整切除。谢谢李医生，谢谢。病人还要在 ICU 观察2天，没有并发症的话就可以返回普通病房。好了好了，成功了，哭什么？我没哭，没哭。家属，探视时间结束了。我就再看1分钟。谢谢你活着。最难的一关过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等你出来，我陪你看个够。陆先生，病人情况稳定，明天就可以转普通病房了。好，谢谢。
糖糖，疼不疼？有点儿。我听医生说，过了这2天就好了。你站那么远干嘛？怕撞到你伤口。那也不用离那么远吧？感觉怎么样？像被人砍了一刀。比化疗好受吗？差不多，但这次不吐。那算进步。你俩心真大，还在这儿开玩笑。妈，笑总比哭好，您说是吧？是，妈去楼下买点粥，你们俩先说会儿话。陆彦舟，我做了个梦。什么梦？梦见我们在海边，你开着车，我坐在副驾驶，窗户开着，海风吹进来，然后你就醒了。那咱们把这个梦做完，等你好了就去看海。你答应我的，不能反悔。不反悔。拉钩，拉钩声调，100年不许变。怎么了？笑痛了。那别笑了。你在这儿我就想笑。让我出去。不行。恢复的不错，没有感染，再住1周可以出院。出院？他能出院了？出院不是痊愈，回家休养，定期复查，后续还要做辅助化疗。还要化疗？口服化疗药副作用比之前小很多。不用打针？不用，每天吃药就行。谢谢您，真的谢谢。别谢我，是他自己的意志力很顽强。听见了吗？李医生说你意志力顽强。那当然，不然怎么扛得住你？我怎么了？你以前气我的时候，比化疗还难受。我为之前的自己向你道歉。倒也不必，我接受任何时间段的你。留长吧，别剃了。你不剃，我也不剃。我头发也长出来了，等长长了，我要去做个发型。做什么发型？卷发，大波浪。你头发才1厘米，就想大波浪？会长长的呀，想想不行吗？行，你想什么都可以。陆总，王总那边又来催了。再等等。等不了了，王总说这周5之前不签合同，他就找别人了。什么合同？新公司的合作协议，您占40%，他出钱占60%，条件是您全职投入。我现在没法全职，你帮我约明天下午医院旁边的咖啡厅。您要谈？我现在的情况不能全职，我要照顾江棠。他能答应吗？不答应就算了，大不了我开滴滴。陆总，您现在真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什么呀？以前您眼里只有工作，现在眼里只有老婆。你气色好多了，脸上有肉了。是吗？比之前好多了。你老公呢？买饭去了。陆总辛苦了，要把糖糖养胖哦。知道。对了，赵东来昨天来找我了。他找你干嘛？他想让我帮他联系你，说他后悔了，想跟你道歉。不用了，我不需要他的道歉。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听说他在公司楼下跪了一下午。跪了一下午？对，好多人都看见了，王总把他扫出门了。我对他的事不感兴趣，跟我没关系。陆总，坐。小刘跟你说了吧，新公司的事。说了，我不能全职。为什么？我老婆刚做完手术，需要人照顾。你可以请护工。护工不是我。你知道多少人想跟我合作吗？我给你40%的股份，你还跟我讲条件？王总，您给的条件很优厚，但我现在的优先级不是我，是他。那你说怎么办？我可以远程办公，每周去公司2天。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你以前为了一个项目可以连熬3个通宵。我以前错了。行，就按你说的，远程办公，每周2天到，股份还是40%。谢谢王总。别谢我，
看你能为了老婆能做到这个份上，不容易，我佩服你。谈的怎么样？成了，远程办公，每周去2天。那以后你就是家庭主妇了。你主外，我主内。我主什么外？我现在连楼都下不去。早晚的事儿。陆彦舟，你说咱们以后住哪儿？你想住哪？我不想住城里了，太吵。那住哪？回老家吧，有院子，能种花。行，就回老家，我找人把老房子翻修一下。不用翻修，修修屋顶就行。那怎么行？你住着不舒服。有你在，住哪都舒服。什么东西？你猜？他前天晚上偷偷去的，电影院快拆了，他说想去看看，就把你俩的画像画上去了。这个傻子，他可不傻，他精着呢，知道怎么让你哭。终于能离开这里了。舍不得？没有，这辈子都不想再进来了。那就别再进来了，回家好好养着。陆总，送你们回老家。谢了。活着真好。妈，你打理的真好。知道你要回来，我让你爸提前收拾了半个月。这棵树是我小时候种的，种的时候多大5岁，那时候它才到我腰。长得真快。时间也快。进来吧，外面风大。你小时候真可爱，现在不可爱了。现在也好看。欢迎我的宝贝女儿康复回家，多吃点，这是你爱吃的菜。你上来睡吧，地上凉。没事儿。床够大。陆彦舟，你睡了吗？没。我睡不着。想什么？想以后。以后咱们就在这儿过日子。你上班，我在家种花，晚上一起吃饭、看电视。然后变老。好，一起变老。吃药了。这药得吃多久？李医生说至少1年。1年，好长。1年很快就过去了。你今天要去公司？下午去，晚上就回来了。开车小心。好。江棠，晚上回来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保密。这是……我记得你说要到一个没有灯的地方看看星星。好美。飞起的音乐，坐下看。命运断了线。陆彦舟，谢谢你，谢谢你没放弃我。不会放弃你。江棠，嫁给我。我们不是没离婚吗？之前说好的，我要再娶你一次。上次你没有给我答案，现在你能同意了吗？我愿意。
这是躲不开的宿命，还是命运的考验？把42%的奇迹握在手里面，就算陆先生，江女士这个月的复查结果出来了，肿瘤表质物正常 ，CT 显示没有复发迹象，手术很成功，但还是要注意，前2年是高复发期，要按时吃药，定期复查。好，谢谢李医生。回家了。回家。吓死我了，我以为差点就要失去他了。没事了，医生说抢救及时，爸这关算是闯过来了。陆彦洲，你说人怎么这么脆弱，说倒就倒了。爸这次脑溢血，我想了好多。想什么了？彦洲，我想要个孩子，我想做妈妈了。你的身体，我们一直在调理嘛，医生也说了，不是没可能。我不想等了，也怕等不起。看着爸躺在病床上，我脑子里全是小时候他带我的画面。我想把这份爱传下去。你看这样行吗？咱们去福利院领养一个孩子。我们这儿目前23个孩子，3岁到12岁不等。你们先看看，有问题随时问我。画的真好，这是谁啊？爸爸妈妈，我。这个房子真好看，是你们家吗？他们不在了。陆太太，好久不见，替我向陆总问好。怎么了？是赵东来。他不是被踢出公司了吗？怎么又……你最近出门给我报备，接送小月的事我来安排。到底怎么了？听说他染上了毒，借了高利贷，这种人比疯狗还危险，得防掉。好多颜色，阿姨送你的，以后你画画想要什么颜色就有什么颜色。阿姨，你还会来吗？会，阿姨会经常来。给你。谢谢小月，阿姨会好好收着的。小月这孩子平时不怎么理人的，她这是喜欢你。院长，领养小月的话需要什么条件？想好了。想好了。糖糖，这几天老往外面跑，忙什么呢？爸，我想领养个孩子。是因为爸这次住院吓着你了？不是，是因为我想当妈妈了。爸，你以前不是说要给我带孩子吗？好，好，爸说话算话，等孩子领回来，爸给你带。糖糖，带小孩是很累的，你的身体可以吗？妈，你不用担心，我可以的。赵东来又发消息了，这次是直接发给我的。他知道我去福利院了，他在跟踪我。明天开始我接送你，小月那边我会跟院长说，暂时不要让陌生人靠近。彦洲，别怕，有我在。从前有一只小兔子，它想要离家出走。阿姨，你明天还来吗？来，阿姨明天还来。那后天呢？后天也来，每天都来。小月，叔叔带你滑滑梯好不好？好玩。
他笑了，他笑起来真好看。跟你一样。赵东来，你什么事儿冲着我来？给女人发信息吓唬她，算什么男人？恭喜你们审核通过了，你们可以带小月回家了。谢谢院长。不过有件事我得提醒你们一下，前2天有个光头男人来福利院打听小月的情况，自称是你们的朋友，我让保安把他拦下了。那个人看着不像好人。他长什么样子？40来岁，光头，脸上有颗痣。陆总，好久不见，气色不错啊。你想干什么？借钱啊，200万，不多吧？你陆总手指缝里露一点就够了。凭什么？凭我知道你领养的那个孩子在哪个福利院。陆远洲，我烂命一条，你跟我玩不起。你碰他们一下，我让你求死不能。我是什么人，相信你很清楚。求死不能？好啊，我现在的状况也没好到哪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求死不能。赵东来，你是不是认为我很好打你？从始至终，我自认为没有对不起你。现在找我200万，不可能！怎么还不睡？燕州，要不领养小月的事儿先缓一缓。你不想领养小月？我想，我特别想。赵东来是个疯子，我怕连累他。江涛，小月的事按计划进行，赵东来的事我来处理。你是我的女人，小月是我的女儿，谁动你们就是动我的命。小月，今天阿姨和叔叔来接你回家了，你愿意跟他们走吗？小月，跟阿姨回家好不好？阿姨家有个大院子，种了很多花，有蔷薇花哦。蔷薇？就是你送给我的那朵花。阿姨，你会不要我吗？不会，永远不会。那扇着门关上，隔绝了昨天的寒凉。那扇着门关上，隔绝了昨天的寒凉。小月，以后阿姨的家就是你的家，我们是一家人。这就是小月吧？快进来，姥姥给你做了好吃的。小月，这是姥姥，妈妈的妈妈。姥姥好。好，快进来。给你的。怎么了？不喜欢？喜欢，没人对我这么好。所有的风雨都不再以后会有很多人对小月好的。请相信我，我会用尽全力。爸爸。我在。妈妈。是妈妈。你会一直陪着我吗？会。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拉钩。小月她叫我妈妈了。小月醒了，快来吃早饭。这么多。
站着干嘛呀？坐下吃饭了，吃，多吃点儿，这样身体才能长壮实。妈妈，以后每天都这样吗？以后每天都这样。什么东西？不知道。他怎么拍到的？爸爸，那是什么呀？没什么，公司的文件。你在画什么呢？画的花送给妈妈的。你看小月画的多好，咱们小月一定能当大画家。他拍了这么多，他到底想干什么？他想让我害怕。那你害怕了吗？我怕他伤到你，伤到小月，怕没用，问题还得解决。老周，帮我查赵东来，我要知道他最近住在哪儿，跟什么人接触，还有他借了谁的高利贷，欠多少，债主是谁，越快越好。请问是陆彦洲先生吗？是我。我们接到举报，说你们家涉嫌非法领养儿童。我们的手续都是合法的，所有材料都有，谁说是非法领养？女士，例行调查，请你们带上孩子的相关材料，跟我们走一趟，核实清楚就没事了。谁举报的？请配合调查。是不是一个叫赵东来的人？妈妈怎么了？没事，宝贝，爸爸妈妈跟叔叔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所有手续都在这里，随时可以核查。材料没问题，手续合法，你们可以走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走了吗？可以，不好意思，打扰了。刘长官，我想知道举报人是谁。按规定，举报人的信息不能透露。刘长官，这是赵东来给我发的骚扰消息，应该算是敲诈勒索。这次的举动也影响了我的日常生活。信息的内容确实构成了威胁和敲诈勒索的意图，所以可以抓人了。还不行，陆先生，你看这个发信息的号码是匿名的网络虚拟号，光凭这几条信息和你单方面的指证，我们现在还不能直接对他采取强制措施。这是我的手机号，像赵东来这种人，缠上你了不会善罢甘休。他如果再联系你，你记得第一时间通知我。好。老周，赵东来的事查得怎么样了？知道了，把详细资料发我。查到了。赵东来欠了一个叫强哥的人120万高利贷，利滚利，现在还不上了，被到处追债。他欠了那么多钱，所以他才疯了似的找咱们麻烦。妈妈，你回来了。回来了。小月，爸爸要处理点事儿，你陪妈妈好不好？爸爸，你要去哪儿？见一个叔叔，谈点事情。好吧，那你要快一点哦。我去打个电话，一会儿小刘过来。陆总，查清楚了，赵东来跟城西的强哥借了80万，利滚利到现在的120万。强哥手下的人已经追债赵东来几个月了。强哥那边出现，强哥放话了，下周一之前完钱，就打断他腿，吓得赵东来到处躲。现在他就是要送家口。120万，走，去见王总。彦州，你可是稀客，什么事儿这么急找我？王总，我想跟您借一笔钱。多少？120万。我能问问用在什么地方吗？赵东来一直在骚扰我家里人，报警没用，他发恐吓信息，举报非法领养，什么恶心事都干得出来。我要把这个麻烦解决掉。彦州，我认识你10几年，不是个冲动的人。这笔钱你打算怎么还？公司下季度有2个项目要落地，利润足够覆盖这笔钱，我可以打借条，按银行利息算。
半年内还清。行，这笔钱我借给你，不要利息，借条也不用打。黄总，这别说了，你当年帮过我儿子。再说了，120万买个家里人平安，值。谢谢王总。钱明天到你账户，回去吧，别让你老婆等急了。你去哪儿了？打你电话也不接。去见了一个朋友，手机没电了。赵东来的事儿很快就能解决。什么办法？赵东来欠别人的高利贷，我打算把那笔债权买下来。你要替他还债，陆彦洲，你疯了？不是替他还，是让他欠我的。他欠高利贷，那些人不讲规矩，会打断他的腿。如果他欠的是我，他就得听我的。120万，值得吗？你和小月的安全，多少钱都值。陆总，王总的钱到账了，赵东来那笔债权的转让手续，中间人也谈好了，只要您签字，那笔高利贷的债权就转到您名下。强哥那边什么反应？强哥巴不得有人接这个盘子。赵东来这笔账，他本来都做好收不回来的准备了，现在有人按本金接，他高兴还来不及。行，约个时间，我当面跟强哥签。好，我去安排。赵东来那边知道他欠的钱要转到我名下吗？不知道，强哥那边不会跟他说，那就让他接着躲，躲到他知道债主犯人。小月，爸爸跟你商量个事。什么事呀？我们搬家好不好？搬到一个更大、更漂亮的房子，院子里可以种很多蔷薇花。那我能带着小兔子一起吗？能，当然能。小兔子跟你一起去新家。那新家有蔷薇花吗？有，爸爸给你种一整墙，很多花。那好，我们搬家。现在搬家这种事情，我只有执行权了呗。我错了，老婆，我应该先征求你的意见。这不是赶巧了，刚才看小月高兴，顺口就……反正你一直都是这样的，表面上是在商量，其实心里早就拿定主意了。我就是想你和小月的安全优先得到保证，也是突发的想法，就想着问问小月能不能接受。要是你不愿意，咱们就不搬。我能不知道你的意思吗？都听你的就是。妈妈，这里就是咱们的新家吗？你喜欢吗？喜欢，但我还是更喜欢原来家的蔷薇，那里的蔷薇开得好大。你看，这里也有蔷薇花哦，等春天它们就开花了，开得比原来的家还多。真的吗？真的，妈妈保证。小月，快来看看你的新房间。好漂亮呀！妈妈，这个抓床好软。喜欢吗？喜欢，我好喜欢。老婆，你坐着，我来弄就行。陆彦洲，咱们真的重新开始了。没有人会来打扰咱们。陆彦洲，我想找点事儿做。哦，有什么好的想法吗？目前还没有，所以问问你。你觉得福利院小朋友做的手工艺品怎么样？我觉得很特别，并且独一无二。那能不能试着拿到网上卖呢？你是怎么想到的？就最近去福利院，看到他们活动室里有各种好看的手工作品。还有，在医院的时候，好多病友，他们有的会做手工，钩帽子、编篮子、做布偶，手艺特别好。那就试试搭建一个平台，帮他们卖东西。我现在病友群里发个消息，看看大家参与的积极性。爸爸妈妈今天可忙了，一直在用手机打字。在忙什么？小月都告状了。就是之前说的手工艺品的事情，群里病友们反馈很积极，都愿意售卖自己的手工品。福利院那边也反馈愿意参加这个项目。这是什么意思？让我去参赛吗？这个创业大赛是市妇联组织的，冠军奖金有30万。有这么多？如果你能拿到这笔奖金，那么项目的启动资金就有了。
老公，你真是我的及时雨，我正在想着这个启动资金哪里来呢。妈妈亲爸爸，我去看看汤好没好。陆彦洲，你以为搬了家我就找不到你们了？我不好过，你们也别想好过。我的笼子已经为你准备好，你以为你躲在暗处，别人就看不到？怎么还不睡？睡不着。小月上床的时候问了我一句话，她问我，爸爸是不是在跟坏人打架？告诉他，爸爸不是在打架，是在下一盘棋，棋下完了，坏人就没了。你能保证吗？我能，你信我就能。我请了保安，明天就到岗。我不在家的时候，他能在家里保护你和小月。你什么时候请的？行了，小飞，不让任何人伤害你。小月，这是王叔叔，他是保护咱们的人。小月你好，叔叔以前当过兵，很厉害的。真的吗？真的，叔叔会保护你，不让坏人靠近。那你吃饭了没有？还没。给你。谢谢小月。陆总，赵东来的债权已经到手了，接下来怎么弄？接下来，等他来。等他来。赵东来这个人狗急跳墙，他欠高利贷那帮人钱，现在债权转到我名下，高利贷不会追他了。他不知道，他会以为还是那帮人在整他，他会慌，会怕，做出更疯狂的事。所以你是在等他自投罗网？他只要敢动，我就让他再也出不来。明白了，我去安排人手。多安排几个人，要专业的，不要打草惊蛇。是。转了变，看我们还怎么防！什么人在哪里？什么？放开我！你们放开我！赵东来，好久不见。你怎么？你算计我！算计你，你也配？是的，爸爸在，不会有事的。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你现在欠的120万高利贷，债权全在我名下。不可能，高利贷怎么可能把债权转给你？陆彦洲，你疯了！你花120万买我的债，你他妈有病吧！你以为简单电信能吓到我？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现在是你欠我的钱。
你的命，你接下来的几十年，全是我陆彦舟的资产。赵东来，现在我去寨主，你应该躲着我，再敢来找麻烦，我让你连讨饭的碗都端不稳。听清楚了，听清楚了。松开他。 120万，我上哪儿弄120万？那是你的事，我给你3个月时间，3个月之后，我要看到第一笔还款。陆彦舟，你这是在逼我死！我给你3个月时间，赵东来，如果这债权在强哥手里，你的处境是断头。我不逼你死，我逼你还钱。至于你怎么还，那是你的自由。 4个月还钱，好，我还。陆总，怎么想通了？想通了，我急用钱。早这么说不就完了？今天晚上码头，自己开车。 处理完了。处理完了。你没打他吧？我不碰他，松手。那就好。上钩了。怎么了？赵东来要去运货了。你故意的？我给了他3个月时间还120，他1分钱都没有，除了去碰那些药，他还有什么办法？陆彦舟，你这是借刀杀人！路是他自己选的。你早就计划好了，从买债权的那一刻就计划好了，对吗？对。赵东来一次次的触碰我的底线，但我是什么人？我能在商场上立足江堂，你不会真认为我是个好欺负的兔子。那接下来怎么办？报警？不急，等他的货上了船，谁也救不了。明天晚上，一切就都结束了。陆总，货上车了，赵东来开的，车牌号对上了，正往码头方向走。走你去。赵东来，你涉嫌运输违禁品，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是陆彦舟，是他逼我的，他逼我还钱120万，我没有别的办法。没有人逼你，路是你自己选的，带走。陆总，事儿成了，您不高兴？没什么好高兴的，一个人把自己作死了，不值得高兴。也是，赵东来要是当初不那么贪，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步。走吧，回家。被告人赵东来犯运输违禁品罪，数量巨大，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犯寻衅滋事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全部违法所得，不得假释。陆彦舟，咱们回家吧。回家。妈妈，它什么时候开花？快了，再过1个月。开花的时候，咱们请姥姥来吃饭，好不好？好。5年了，各项指标正常，没有复发迹象。谢谢您，李医生。不过有一项指标有点异常，
什么指标？激素水平比正常值偏高一些。姜糖，你最近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比如头晕、恶心、容易累？别紧张，不一定是坏事儿。我需要你再做几项检查，排除一下。李医生，您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复发了？不像，复发不会表现为激素异常，我们需要查清楚原因。好，我做。李医生，不管结果是什么，请您第一时间告知我。好的，你放心。医生怎么说？指标正常，没有复发，是有一项激素指标有点异常，要再查。什么激素？不知道，等查了再说。不管是什么，我们一起搞。你怎么知道我要说这句话？因为你是姜糖，遇到什么事儿都说自己能扛。陆彦舟，不管检查结果是什么，我都不怕。不怕。妈妈，你看我画的。小月，这个小男孩是谁？是弟弟呀。什么弟弟？我昨晚做梦，梦见妈妈生了一个小弟弟，他很可爱，眼睛大大的，跟妈妈一样。弟弟？怎么了？睡不着？陆彦舟，今天小月画了一幅画。什么画？你看。他画的。小月说她梦到我生了一个小弟弟。是让你涉险的一场大雾。我愿做一个这是一个梦。守门的人，把这含义全你检查结果还没出来。不是我不够渴望，没有，李医生说可能要2、3天。姜糖，如果只是我无法承受失去你不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也像你一样的眼眸，我只求你看着我，别去那远方漂浮，那震动的光刺破了夜的鬼。姜糖，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您说吧，我扛得住。你别紧张，不是坏事。你的激素异常不是因为复发，是因为你怀孕了。姜糖，目前的身体状况怀孕是有风险，你需要做一个选择。李医生，我要这个孩子。好，那我给你安排最详细的产检方案，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条路会比别人难走。我不怕。怎么了？陆彦舟，你要当爸爸了。什么？我怀孕了。你吓死我了，我以为这孩子你怎么想？反正我要。医生怎么说？可以要，但是有风险。姜糖，我不同意。我不能拿你的命去赌，我已经赌过一次了，那次差点失去你，我受不了第2次。陆彦舟，这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亲生的孩子。我不要孩子，我要你。陆彦舟。
有一点不对劲我就停下来。万一呢？没有万一。我向你保证，我会活着，我会为了这个孩子活着。拿我这条命，我比谁都珍惜这条命。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我不会浪费它。你说你要留下他，眼神比谁都倔强。妈妈，你今天去医院，结果好吗？命运又一次站在身旁。好，很好。那你为什么眼睛红红的？因为妈妈高兴。小月，妈妈告诉你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妈妈的肚子里有了一个小宝宝，你之前梦到那个弟弟可能真的要来了。真的吗？真的，妈妈身体不太好，所以这个宝宝需要特别小心。小月，你愿意帮妈妈一起照顾他吗？我愿意，我会当个好姐姐。弟弟你好，我是小月姐姐，你要乖乖的，不要让妈妈难受哦。江女士，你的情况我了解了，你的身体经历过癌症治疗，对子宫和卵巢功能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坦白说，风险不小。但是这种情况也不是就不能要孩子，之前也有类似的案例，并且成功生产的。我会给你制定最详细的产检方案，每周1次，如果有任何异常，必须立刻终止妊娠。你们能接受吗？能。能。好，那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病人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住你和孩子。谢谢陈教授。江棠，你真的想好了吗？你想反悔？不是反悔，是确认一下。陆彦昭，我想好了。从我在福利院看到小月的那天起，我就想好了。我想当妈妈，我想给我们家添一个孩子，我想看着小月当姐姐。好，那咱们就拼一次。江棠，创业大赛的初赛结果出来了，你入围了，下个月复赛。真的吗？太好了！恭喜！双喜临门。双喜临门。陈教授说了，你要多休息。我知道，等我写完这一段。你在写什么？商业计划书，复赛要路演，我得准备 PPT。你不累吗？现在你可是孕妇。累啊，但特别充实，心里很踏实。我帮你查查，孕妇能不能熬夜？你别查了，肯定不能。那你还不睡觉？好，好，好，喝了汤就睡。各位评委好，我是蔷薇公益项目的创始人江棠。我们的项目是帮助福利院的儿童和病友通过手工艺品实现自力更生。谢谢。江女士，你的项目我很感兴趣，能聊聊吗？当然可以。你的方案我看过了，很专业，而且有温度。市妇联一直在找这样的公益项目，我们可以在宣传和渠道上给你支持。真的吗？真的。不过决赛还要好好准备，评委不看情怀，还要看有没有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我明白，谢谢张主席。复赛怎么样？我说去接你，你非不用，是不是累着了？市妇联主席亲自跟我聊了，他说我的项目很有社会价值，愿意帮我们对接资源。这么厉害？那当然，你老婆是谁？我老婆是最可能。还没到最后呢，要是决赛能拿奖，就有启动资金了。我相信一定行。你这么相信我？从来没有失望。
喂，小刘。陆总，承诺项目的甲方高管突然飞过来了，说明天一早的飞机就要走，想今晚临时跟您见一面，把合同最后的细节敲定一下。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公司，你先稳住客户。是有什么麻烦了吗？公司出了点事儿，我去处理一下。你喝了汤早点睡，别等我。严重吗？不严重，能处理。你好好休息，别操心。处理完了。处理完了。那你吃饭了没有？还没有。我给你下碗面。你先去换衣服，一身烟味儿。鸡蛋要几个？担心我？别闹，煮面呢，你去坐着，5分钟就好。行。那当然，我煮的。各位评委，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蔷薇公益的创始人姜糖。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做这个项目的初衷，不是因为我想证明什么，而是因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有人帮了我。现在，我想帮别人。获得本届妇女创业大赛金奖的是蔷薇公益姜糖。妈妈好厉害！恭喜你啊，得了金奖。军功章上也有你的一班。走，回家庆祝庆祝。妈妈，我听到了，地皮在动。你听到什么了？咕噜咕噜的声音，像小鱼吐泡泡，它在跟我说话。陈教授说了，你得补充营养。你现在是2个人。陆彦舟，我天天喝鸡汤，感觉血管里都是鸡汤了。你看我脸是不是圆了？圆了，像包子。对了，陆总，跟你打听个事儿，我们集团今年新设了一笔公益投资预算。你说。董事会的意思是，投出去的钱既要有社会教益，也得有品牌曝光，不能打水漂。我这边筛了1个多月了，看了10几个项目，没一个满意的。怎么说？要么体量太小，撑不起我们的投入规模，做出来没声量；要么太商业化了，挂着公益的壳子，内核还是在卖东西，放出去舆论风险太大。我现在是2头堵，上面催着要方案，我手里没牌可打。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市妇联那边。妇联？前阵子市妇联办了一届妇女创业大赛，决赛我去看了，里面有几个公益类的项目做得挺扎实的，既有落地数据，社会关注度也不低。你要是感兴趣，可以跟妇联那边对接一下，让他们推荐几个合适的。创业大赛？什么类型的项目？有做留守儿童教育的，有做病患互助的，方向不少。具体的你跟妇联聊，他们手上有完整的项目库，比我说的清楚。行，那我让助理这2天联系一下。谢了啊，陆总，这条路子我还真没想到。举手之劳，选到合适的项目，记得请我喝杯咖啡。姜糖女士，我是市妇联的小王，张主任让我通知您，盛达集团的林总明天上午10点要来我们妇联，想跟您当面谈赞助的事儿。他说如果谈得顺利，第1期资金25万可以很快到位。好的，我知道了，明天我一定准时到，谢谢你。姜女士，这位是盛达集团的副总裁林薇女士。姜女士您好，久仰，我看了您在大赛上的路演视频，非常感动。林总您好，谢谢您的认可。姜女士，我们集团每年有一笔公益预算，今年我想把它投给蔷薇公益，我们愿意出50万作为项目的启动资金。50万？对，50万，分2期支付，第1期25万，项目上线后第2期25万。林总，我能问一下，您为什么选择我们的项目吗？因为真实，你的项目不是凭空想象的，
是你自己经历过的。福利院的孩子、生病的病友，你懂他们的痛，也懂他们的需要。这种项目值得投资。谢谢林总，我不会让您失望的。但我们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项目的每一笔支出都要公开透明，我们会派财务人员定期审计，每一分钱去了哪里都要有据可查。这是应该的，公益项目透明是第一位的，我完全同意。好，那咱们就这么定了。这份是意向协议，你看看，没问题的话，下周一可以正式签约。江女士，你怀孕几个月了？6个月了。我生我女儿的时候也是高危妊娠，在床上躺了4个月，天天打保胎针。你也是，所以我能理解你，一边想拼事业，一边又担心肚子里的孩子。但我想告诉你，你做得很好，比我当年好。你们俩这是相见恨晚啊！张主任说的对，江女士，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找我。不只是钱、资源、渠道、人脉，我都可以帮你对接。谢谢林总，我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江棠，你的血糖很高，尿蛋白也超标了，这是妊娠高血压的典型症状，而且进展得很快。陈教授，那怎么办？现在住院，不能再等了，机会很危险，孩子缺氧。但是，我明天还有一个重要的签约仪式。江棠，是签约重要，还是你跟孩子的命重要？我知道你是个要强的人，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为他负责。我知道了，陈教授，我听你的。林总，您怎么来了？陆总，你可真行！当初让我去妇联找项目，我翻了大半个项目库，最后选上的那个原来是你家的人。什么意思？前段时间我求助你老公，问有没有好的公益项目，他提了一嘴让我去妇联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公益项目，结果筛来筛去，你的蔷薇公益各方面来看最合适，我选了你的项目。等到后来准备签约了，我才知道你俩是一家人。你怎么一直都没跟我说过这件事？妇联项目库里几十个项目，林总看的是数据，看的是方案，看的是预期的结果。他选你是因为你的项目契合需求，跟我没太大关系。说的没错，我这个人做投资不看面子，只看东西。所以我来了。你老公今天上午给我打了电话，说你住院了，问签约的事儿能不能换个方式。合同我带了，你躺着签就行，签完我让法务走流程，资金这时候到账。我还以为签约要黄了，我昨晚一直在想怎么办。祖祖，你可别哭了，情绪一激动，血压又要上了。快别哭了，看给陆总急的，他让我来是让你高兴的，可不是让你哭的。好了，搞定了，你安心养着身体，有什么进展我让助理直接对接你们团队。林总，谢谢你。不用，其实也是你帮了我，不然我都不知道妇联这个路径。不过陆总，俗话说举贤不避亲，下次有这么好的项目，你可以直接跟我说，这样我也少折腾了。陆彦洲，你什么时候给林总打的电话？今天早上你量完血压，医生说不能出院，你当着我的面哭了一鼻子，我出去接了杯水，顺便打的。不用谢我，谢你自己。项目是你做的，方案是你写的，数据是你跑出来的，我就堂堂正正。那就算我们一人一半。江棠，
你今天的检查报告出来了，血压还是偏高，尿蛋白也比昨天高了。陈教授，那怎么办？不能再等了，我建议明天就做剖腹产。明天？您不是说要尽量拖到37周吗？那是之前的计划，现在情况变了，他的血压控制不住，尿蛋白持续升高，再拖下去对大人和孩子都有风险。36周可以了。陈教授，我听您的。这是手术执行同意书，你先看一下，没问题的话签字。手术安排在明天上午9点。风险，这些风险发生的概率有多大？陆先生，姜糖的情况我给你交个底，他是高危妊娠，手术风险确实比普通产妇高。我们会做好所有准备，麻醉科、儿科、ICU 都安排了备用方案。概率这个东西我不能给你一个数字，我可以给你一个承诺，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我写不了，我的手。陆彦洲，你写得了，来，再试一次。好，手术就定在明天早上9点。今晚姜糖要禁食禁水，陆先生你陪着他，让他好好休息。陆彦洲，你紧张吗？不紧张。骗人，你抓的时候手都在抖。我很害怕。5年前，你第一次进手术的时候，我在外面等着，有一个医生拿了一张通知书出来，让我签字，上面列了密密麻麻的手术风险，每一条都可能致命，任何一条我都承担不起。姜糖，这5年，每天晚上都在忙，我怕你不喘气了，我怕早上醒来你身体是凉的，我怕接到医院的电话，我怕。所以陈教授说明天手术我受不了，再等的伤省在外面，只能站着、坐着、跪着，什么都做不了。我会好好的，孩子也会很健康，我答应过你的。等我出来。陆先生，产妇的血压降得很低，麻醉后出现了血压骤降的反应，我们需要您签一份紧急处置授权书。我们会用药物升压，如果效果不好，可能需要做紧急处理。这份授权书是让我们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决定，不用再出来找您签字。陈教授，5年前我看着他签过一次放弃治疗书，那一次，他差点没回来。我费尽心力把他从阎王手里抢回来，这5年，我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我害怕他离开我，不要我。我求求你，别让我再经历一次，孩子我不要了，我只要姜糖活着。陆先生，你听我说，姜糖是我见过的意志力最强的病人，他能走到今天，靠的不只是药物，还有他自己。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在这里崩溃，是等他出来的时候，让他第一眼看到你。你听懂了吗？一定让姜糖母子平安，你放心。陆彦洲，等我回来。你说过你会活着，你答应过我的，骗我试试。母子平安，男孩6斤2两。姜糖呢？他怎么样？他很好，意识清醒，生命体征平稳。孩子先出来了，他还要缝合一会儿，你放心，最危险的时刻过去了。谢谢你，陈教授，谢谢你。别谢了，去看看你儿子吧，新生儿科在7楼，护士会带你过去。我不去，我等姜糖出来。看，我活着出来了。你吓死我了。别哭了，我想看看宝宝。是个男孩，6斤2两，评分10分，非常健康。陆念，他叫陆念。陆念，我们的儿子。这小子力气挺大。妈妈，他就是弟弟。他叫陆念。弟弟的手好小，他的手好软。妈妈，弟弟抓住我了，他认识我。好。
好，都好，母子平安。妈，没事了，都过去了。你辛苦了，这2天没合眼吧？不辛苦，只要江棠平安，一切都不辛苦。这小子啊，一天一个样，越来越像你了。眼睛像你，眉毛也像你。我去开门。姥姥来了，林阿姨也来啦！满月快乐！谢谢林总。说了多少次了，叫薇姐。真可爱，长得像他爸爸。我看嘴巴像姜糖，你看他嘴角一模一样。都像，都像。来，满月照，全家福。3、2、1，茄子。姜糖，等孩子大一点，蔷薇公益的事，我给你对接更多的资源，你好好养身体，不急。薇姐，谢谢你，真的。陆总，城东那个项目我们拿下了，竞争对手出价比我们低15%。甲方说他们看中的是我们的执行力和信誉，还有南边那个新区的项目，甲方主动联系我们，想跟我们独家合作。知道了，通知各部门，下季度目标上调20%。是。彦州，听说你最近风光得很啊，城东那个项目，多少人抢破了头，最后落到你手里。王总，公司能有今天，也多亏您的鼎力相助。别，那是你自己拼出来的，我当年没看错人。对了，听说你要搞一个什么基金会？以姜糖的项目名字命名的蔷薇公益基金会，下个月举办成立发布会。你小子疼老婆疼到这个份上，全程找不出第二个。他值得。姜糖，下个月基金会成立发布会，你跟我一起去。我去干嘛？那是你公司的事儿。不是公司的事，是我们的事。基金会的名字叫蔷薇公益基金会，是以你的项目。你为蔷薇公益付出了那么多，我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城市有一个叫姜糖的女人，她做了多了不起的事。妈妈就是了不起。好，我去。弟弟，你看，好多人。姜糖，你今天真漂亮。薇姐，你就别取笑我了。姜女士，我真没想到，1年前你来我办公室的时候还是个方案，现在你把它做出来规模。谢谢张主任，没有您当初的支持，就没有今天。各位来宾，欢迎来到蔷薇公益基金会的成立发布会。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见证一个温暖的开始。下面有请基金会发起人陆彦洲先生上台致辞。各位，我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是哪个公司的老板，也不是因为我做了多大的生意。5年前，我差点失去我的妻子，她生病了，很重的那种。那时候我站在手术室外面，我想如果她能活下来，我愿意用我拥有的一切去换。她活下来了，她不仅活下来了，还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儿。她帮助福利院的孩子，帮助生病的病友，她用自己的方式，把那些曾经给过她的善意，加倍地还给了这个世界。所以我要成立这个基金会，以他的项目名字命名——蔷薇公益基金会。因为我曾以为我赢得了世界，却差点丢了他。如今，他和孩子们，就是我陆彦洲的整个世界。下面有请蔷薇公益基金会的联合发起人姜糖女士上台。我们一家人都在这里。谢谢大家。我想说的其实不多，这个世界有很多黑暗，只要我们愿意点一盏灯，就会有人循着光走过来。蔷薇公益就是那盏灯。还有我也会帮忙，我会画蔷薇。陆彦洲，我们真的做到了。
我们做到了。